房是保命符，房东最怕的3大租屋纠纷：欠租、修缮责任、如何解约，一次搞懂。先说结论，其实现在版本的房东是可怜的，你知道吗？我讲这种话要被骂了齁。你房东你妈有房子收我房租，你还说你可怜你喜齁？但是各种法律条款现在都在保障租客，住宅租赁管理办法的修法嘛，所以我们更要弄清楚齁，才能好好保护自己。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银行最喜欢借钱给谁，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最近我发现了一台不错的气炸锅，正负零气炸锅，我一直拿它来乱做料理，真的很开心啊。你看它颜值真的很高啊，长那么好看是想要干嘛？摆在你家的厨房，高级又时尚。它自带透明的视窗，可以直接观察你的炸鸡薯条炸到什么程度，而且隔着窗看着黄色灯光，我觉得很放空，看食物香气开始四溢的过程非常的疗愈。操作方式也很直觉，只要转动温度跟时间的旋钮就可以了。我现在晚餐或是宵夜都自主加菜，就丢一小片鸡排进去炸，又香又脆，没有那么多油留在食物身上，吃起来也健康许多。气炸料理食物不用退冰，冷冻食品啊、鸡排啊、薯条什么的，直接冷冻就丢进去，开始气炸，非常非常的方便。你说干嘛不叫外送我叫给你看，是能吃啦，但是这个我心情不美丽。现在我用正负零气炸锅，酥酥脆脆，深夜美味。清理上也很方便，抽出栅栏就自动断电。SGS 认证的不沾涂层，好清洗，冲一下就干净。连洗都懒的话，你就垫烘焙纸，接满油的烘焙纸就直接丢弃。懒人做料理，厨房也能干干净净。那它的容量是4公升，我实测过，鸡翅的话可以放4到6只，一个人吃不完，2个人刚刚好。还附上绿油烤架与精美食谱。正负零气炸锅平常通路都在卖2990元，这次的团购只要2290元，瞬间折扣700块钱，打了77折，免运费还有1年保固，优惠的时间有限，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把它带回家。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东最常见的法律纠纷这次来聊一些你是房东的话，你最容易会遇到的租客，我当然希望你不要遇到嘛那如果遇到的话，甚至你已经遇过了很多我的观众朋友来赖我也是问我怎么解，我又不是律师好，我们直接开始来。第一个，房客恶意欠租，这很常见嘛，对不对？甚至你自己也遇过这个，还是你是欠过你就那个恶意租客。好，那房客欠租是这样，你应该知道欠租超过2个月才能终止契约并请求收回房屋，所以等他2个月没缴房租的时候，你就要出手了看是那个专业的讲法叫做宣告终止契约嘛，对不对？错，你违法，为什么？因为根据土地法第100条之3，房客的押金要先抵完，然后刚讲2个月是押金抵完后的2个月。所以是什么意思？4个月啦。你当时协商是2个月押金的话，也不是协商，现在大概都是2押1租嘛，3个月的钱。好，那你要先等他2个月押金扣完然后扣完以后他还是欠租嘛，然后再等他2个月呢，对啊然后这样已经4个月了呢，已经1/3年了呢，都没有缴第5个月开始的时候，你才可以宣告解除合约。这东西是很复杂，就是说。好，那扣押金，可是他在里面他已经欠缴了，然后他里面狗大便或者什么我东西又被破坏，到时候我没有他的钱可以，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这样。你要依法，你就是这样。那个宣告解除契约也没那么简单你要确保他收到，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就寄一个那个什么挂号存证信函过去就当收到，不行，他会跟你说他没看到你还要怎样？你还要确定寄到以后不是躺在信箱租客就是这样嘛，上下班全部都是走地下室出入，很少会走到1楼，走到1楼都是要拿包裹或外卖，再顺便拿信，所以常常会看到那个信箱堆一大堆信，你存证信函就躺在里面了，他就跟你说他没看到，没看到就不行所以还要怎样？你还要拿着存证信函，等他收到就翻他信箱，然后上去把那个存证信函贴在他门上然后弄一个大大胶带，让他只要开门就会扯，反正你就是要一定要让他看到就对了，塞门缝他要跟你说没看到
很夸张啊。这就是现在版本对房东不好的地方啊。不过政府正在承受这个反噬反噬的作用，这个我后面会讲。好，那就寄存证信函嘛然后要给他一个宽限期1到2个礼拜，他已经在欠了，我要给他宽限期还没缴的话，再寄发终止租约的通知，并且限期搬离。如果他还是不搬的话，透过法院去告他，确认胜诉以后，法警介入，房客请出，这个流程就很麻烦了。然后又很久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建议你说，你在出租之前，你要小弄小整理，拉抬租金。你不要说，哎呀，反正没差，好，就我随便租，有的租就好。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整理？我们要筛选租客，我们租金要把它拉高，筛选租客。我这样讲很难听，但是你一定也有这个感觉，叫做越穷越乱越穷越乱，这是真的我们以前有一个产品还在上班的时候有个产品反正就是方案嘛 ，SaaS 服务都这样嘛，小中大方案就比较贵。那小方案永远都是什么？永远都是他的客户贡献价值最低，就没多少钱。可是他的问题，他消耗掉的客服人力可以占到5成以上6成以上，通通都在服务着，就很讨厌。后来又怎么样？我不是说那些客户讨厌而是说，哎，这就是80-20法则，就是这样嘛，就是有这个事情，越穷越乱，付一点点钱你有收我的钱很大声，然后反而那个最昂贵版本的客户都是突然赖来说已汇款请查收什么屁事没有舒服就这样，越穷越乱。所以你的房子你的租金开价一样啊，越穷越乱。你自己小心一点我们真的会小弄，我们真的会花钱去弄，把它整理完。我会员影片不是有拍我连套房都弄，那就这样，然后就拉抬租金，至少真的都能过滤掉很多那些阿萨布鲁狗屁倒灶的莫名其妙的人，这我很确定真的有这个效果。你要想，现在人花钱买享受那他是不是八大？你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你问也问得出来，不然你就套他的话也套得出来。你把八大排除掉以后，剩下就是花钱买享受，也不能这样讲人家，就是他也想要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啊。我们自己在做租客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嘛，租金都要再付了，我能不能加一点？你让我比较好的不好意思，整个市面上都没有，都是那些鸟蛋房东，那坏了不修或者是什么，然后说没有，就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愿意是花钱去买享受，他加钱加给你，他没关系，你给他好东西我是做这一类的房东。我当然知道现在市场中还是一大堆那鸟蛋房东什么都不管然后再来嫌那个租金收不高再说房地产投报率很差，那是他的事这种人我就不管他了。你筛选租客，那你真的可以避免到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那再来你要知道哪些东西该房东修缮我们也来讲说房东跟房客最容易起争执的事情就是东西坏掉，哪些算房东的，哪些是租客你要去处理的。好，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看内政部订定的住宅租赁应约定及不得约定事项反正这个单元开始就会讲一些法的事情，因为太多人问了不然我怎么会用那个律师的合作放在影片最后面那反正就这样，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租赁住宅或附属设备损坏时，应由出租人负责修缮，但租赁双方另有约定习惯或其损坏，系可归责于承租人之事由，不在此限。意思就是说，房屋本体跟附属的固定设备修缮义务是在房东。例如说漏水、壁癌、热水器坏掉这种就是算房东的。冷气、冰箱坏掉，一般也是算房东。那个热水器又不是租客自己买来装的而是房东那时候就有的一般都是这个。最容易争执的地方就是损耗品，什么遥控器什么电视看一看坏了之类有没的，这算谁的？如果按照约定俗成的话，房客自己换但是这边就有模糊空间，可能你合约没写清楚然后跟你签约的这个房客他之前房东都会帮他换，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你的能不能起争执？一样要避免的话，你是合约上写清楚就好写清楚就好，合法最后你要知道能够提前终止合约的几种情境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出租房子以后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状况，例如你真的跟租客发生了纠纷，依照土地法100条还有几种常见那合法终止租约的状况。第一种就是你有自住之需求或重新建筑，就都更拆掉重盖好，自住的需求这边要讲一下，你现在是要真的去住以前叫做说你要收回房子提前终止，你就是跟租客讲我儿子从美国回来啦你根本没儿子
都这样。现在住宅租赁管理办法的修法就是要修这个，就变成说，好，你说自住拿回来，对不对？你真的要有自住事实，你这样人给我住进去水电费什么的，通通都要查得到，很夸张啊。现在法律上通常是可以宽松认定到直系血亲就是你的儿子女儿爸爸妈妈要住，这个都可以算自住需求。但是你兄弟姐妹不行你妹回来要用，不好意思，这不行，因为它不是直系。而且你要举证自住的事实就是说，我跟你说为什么执行上我们的房东会跳脚，就是说我现在就自住住得好好的，因为我要那个自用住宅的税率以及我未来是要发动重购退税400万免税额，我就在自住的住好好，我只是有另一间我在出租。你现在跟我说我把租客赶走请走以后，我人要住进去，那我这边的那个400万怎么办很多你不能说你就说你要自住，然后等他搬走以后你又租给下一个人这样会怎样？我告诉你，租客告你，他是可以告你的现在真的是，我只能说配套要弄好。你现在是一面倒的对租客好，一面倒的对租客好，那自然房东就会出现一些衍生的行为嘛，那我就空着没差，反正本来自产就是要那个价差那个收租就还好，收租很麻烦，又怕破坏房子又什么，好，那就都给他空在那里。不好意思，这种做法怎样？合法，就这样。第二个，非法转租就是租客自己没有住，跑去当二房东，你是可以直接解约的，你知道，跑去当二房东可以直接解约。第三个，欠租超过2个月以上，这个刚才有提到但扣掉押金以后要再超过2个月才算。然后第四个，违反法令之使用，就是租客在里面开赌场吸毒，开赌场我还遇过，吸毒我也遇过，你就这样就可以直接赶走。第五个，违反租赁契约房客违反租赁契约的内容，最常见的就是约定不能养宠物，不能钉墙等等。反正这个就是合约上有写才算，那个口头讲那到时候反正这八卦的时候再好好说好了。总之就是我会另外建议你在合约上多列一条需遵守管委会之最新规定就避免说你们管委会改规定，然后你跟房客合约没写到，你会很麻烦第6条，损坏房屋不愿赔偿，就他弄坏你房子不愿意修缮，赶他走就这样。好，那损坏什么不好意思，大家再来回，就这样。你这样一通看下来你会认为说房东真的是有够，就是我们也不要说房东可怜，而是说我今天就是要弄一个房东我就跟他租房子，我能弄他我有千奇百怪的方式我可以弄他，就是这样。房东要抵御恶租客，好像这没有办法，你都要等出事才能赶他走，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你说前面的筛选是真的很重要，不然吃亏的一定是你自己讲完了我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房东最常碰到的3种租客的法律纠纷。第一，房客恶意欠租那个欠租就欠租，欠租还恶意，他一定跟你讲说他没办法或什么，但是我们就归类到房客恶意欠租第二，修缮责任归属问题。第三，提前终止合约的条件。我有为你分析相关的法规土地法100条跟内政部订定的住宅租赁应约定及不得约定事项那也说明了具体的应对流程跟实务上容易发生争议的地方。结论就是，身为房东，你要保护自己资产的最佳方式是一开始你就拉高租金就对了，筛选比较有实力的租客，这大概能解决 90% 的问题我没骗你，真的是这样。而且在合约中要清楚列出修缮义务，需要终止租约的情境，以及需要遵守的规范，这样才能避免后续各种棘手的纠纷，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最后我来问你，你当房东的时候，你最担心什么事情？ A. 房客跟我说东西坏掉B. 下个月的房租可不可以延几天C. 房客半夜3点的时候打电话来跟我说他心情不好，现在一个人坐在窗边。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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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销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
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接。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要修法，真的要修法。我今天来讲土地法还有住宅租赁什么应注意事项。好，那你事实上实务上法院在判蛮多是用什么？又用了民法，又是民法反正现在就这样。我告诉你，政府正在被反噬是怎么样就是政府嘛，租客嘛，弱势的一方嘛，所以我来帮你对付房东这样有选票之类的。那你看搞成这样，然后政府自己盖了社会住宅，对不对？你以为社会住宅大家都这么乖去缴房租你以为嘞？社宅各县市都一样中央的地方的都一样，都被欠租欠得乱七八糟。有多惨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观众朋友是做社宅公务员等于是公务员，他是什么约聘，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管社宅那一块。他说欠租也是很多啊，非常的多好结果现在怎么样？租客就拿着政府自己的法来对付政府，没有啊，你要人你要举证啊，你要怎么？你要让我欠4个月啊反正就这样。你真的以为社会住宅大家都好好的怎么可能？修法这个真的要修法。那为什么会一面倒的偏向租客好嘞？就左派就是居住正义人权这种东西又抬起来了。我还是认为说要有一个度啦，真的是要有一个度。你要让我们房东有机会去什么要等4个月1/3年让人家继续住免费，顺便让他一个破坏房子我求偿不到东西的机会，这合理吗？这真的合理吗？所以说我不喜欢这一定是要修法的。你要顾租客的权利可以，但你也要顾房东的权利。你这样子修法修下去，不好意思，现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租客跟房东对立就是撕破脸，就是对立。现在的那些比较害怕的房东，就是认为租客就是来搞我的，我就是要对付他，我就是要厚厚的一大叠，我就是要怎样，我就是要预设他是个坏人，这真的好事吗？然后租客就没办法，你现在就是给了那么多的权利，很像劳基法这种东西。劳基法这是出来以后，真的从根本上根除了台湾的所有的劳权问题吗？怎么可能？那是不是造成了相当多的对立？你那边主管在安排工作的时候然后人家都偷录音或什么，这绝对是个坏事，是滑坡啦一滑下去就变成说好那资方跟劳方我们就是对立资方也找不到人那劳方又没有钱这真的好在哪里？要有一个度，那个度就是说。反正你会怕你就找律师就对了，就是找律师你怕合约有问题你找律师付钱然后怎样，然后你去拿到一个律师版本的会好非常多，或者你已经发生了那你就找律师吧。律师就是等一下片尾你会看到那个我帮律师拍的广告，我们现在都跟他配合，这真的是很麻烦防范于未然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已经发生了你就找律师就对，也不要来问我怎么知道我只能说拉高租金筛选租客对我来说非常受用，我分享给你，去找我们配合高雄的律师房地产这边的律师，等一下就看到，然后都有 LINE ID。
租客跟房东，你让他对立起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全部的租客都去住你的社会住宅，你自己也被限租，到底有什么好处？这真的是很不好的事情啊，就应该要修法啊。至于要修什么法，我是认为要让房东有选择权，比方说，就要把这个东西很严格的执行。例如，当他欠租超过1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出动公权力，就要这样。你说哪来那么多公权力？也要排队，那就要排也要排。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表示说，经过2年3年以后，哇，那个欠缴真的会被赶出去耶。好，这个风声传出来以后，是不是不负责任的租客自己就会想说，那我也不能乱搞了以前就是我忘了或怎么样没有我出差随便反正4个月以内他不能赶我走就是要这样啦，要界定很明确。像美国有管理在里面生病，我们不是要推崇文明国家吗？文明先进的欧洲吗？礼仪之邦吗？好，那像美国，老人生病，然后怎么样？他一阵子没有收入，租金迟缴以后就把你赶出去，就变流浪汉了呢。不要学美国怎么不学美国的这个？要学美国的话，房东也硬房东要缴地税那些东西，总之就是没有完美的法，真的没有完美的法。但你现在一面倒的偏向租客，造成了我看起来都是恶果，那我就不要租了。反正当初在自产的时候也算过，我没有租金收入来冲房贷是也不会怎样，我们就放着空屋。现在空屋违法吗？没有啊，没差空屋是合法的状态啊，我就甘愿缴那个管理费，我就甘愿缴那个房屋税、地价税，我合法，你能怎样是不是又抵触到住宅的政策就都市计划区，你空屋空成这样，没办法，谁叫你们保护租客保护成这样，我才不敢租嘞，这真是好事吗？并不是嘛。民间有那么多的空屋，社会住宅比较好的方式是把这些空屋释出来，随随便便20万户，全省加起来随随便便20万户，结果嘞就不做。你现在还推这个东西，这个让房东去害怕租客的东西，那我干嘛要租好啦，这以上我浅薄的看法，还有什么指教的话留言区见。你有什么问题你会怕的话，你加律师处理这种什么欠租啦处理这种想要告房东的很多了啦。去找他咨询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做个参考听听故事这样。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